几个外国人跑到当时整个中国最闭塞的地区，在少数民族原住民的眼皮子底下，搞出了一座颇具欧洲风情的村落。这一切竟然发生在100多年前的横断山脉深处，一块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复杂之地。我很好奇，这个100多年前就开始西化的偏远村庄，今日是什么样子？为何这里的风气能够领先整个中国？我自驾穿越横断山区，去往这片藏在山谷里的村子。你好，深南，你说导航到迪庆次中村，目的地次中村位于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，沿途白马雪山、梅里雪山依次出现在车窗外。于我而言，它们是车窗外免费的风景。而在100年前，虽有茶马古道将这片区域与外界相连，但由于天堑的阻碍，一到冬季大雪封山，山那边就是长达半年的与世隔绝。这一路上海拔一直在攀升，现在海拔差不多到了4200了。其实这条路呢，我已经走过几遍了，之前都是开油车来，每次到这种高度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个动力衰减都会有明显的感觉。但这一次来呢，就感觉还是蛮轻松的，爬坡过弯啊，一点就来。一到次中村，我就发现它与我想象中很不一样。这个村子真的厉害了啊！一般一个村子一个民族多的话，2、3个民族，这个村子里面总共有7个民族，一眼看上去啊，就有很多种不同民族风格的房子。一般来说，越是偏远、交通不便的村子，民族构成越简单；越靠近交通枢纽、贸易中心附近的村子，则民族数量越多。一个村有5、6个民族已属非常少见。而在次中村，一个并不便捷的村子里，聚居着藏族、纳西族、傈僳族、怒族、彝族、白族、汉族共7个民族。不同的民族聚居在一个小村落里，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生活习惯之间的碰撞融合。次中的包容气度令我刮目相看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这边这个房子是哪个民族的，你知道吗？藏族啊。藏族的。像你们村是不是有很多个民族啊？应该算吧。你是哪个民族？也是藏族。藏族。我信佛。然后还有一些是信那个天主教。房子上面没挂着那个经幡的那个，基本上都是天主教。挂了像这种挂了经幡就是藏传佛教。佛教。走到村中心就能感受到它遗留自100年前的欧式风情。一座看上去有点奇怪却很古老的教堂，以及酥油茶与葡萄酒交替售卖的商铺，让我很恍惚，突然说不清我此刻身在何处。这就是这间教堂门口啊，是不是非常的中式？看这个牌匾啊，义德之境，再加上这个大红的对联一挂，这种门楼的造型，你是不是很难想象到这里面是一间天主教堂？你见过这么复杂的教堂吗？它的主体结构是西式的，顶楼是中式的，里面的装饰元素有藏族的、汉族的、白族的、佛教的、道教的。它修建于清宣统元年，已走过100年岁月，至今仍在使用中。神父见我对教堂很感兴趣，便主动为我介绍暗藏其中的细节。它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结构。它是主体是一个属于哥特式建筑，欧式的一个建筑，那么上面又是中式的，所以它结合得非常好。而且在整个中国是唯一的一座窗户，它都是用中国的这个山水画，很鸟，非常漂亮。过去用的那个原料比较好，用的矿物质，所以它保存比较久。所以说这些画都是之前画的，都是之前画，完全都没动过一点点。它在当年请的就是用那白族师傅。我是说有一点那种白族的特色在里面。看到这个拱门，它也蛮有特色。上面是用的拉丁语，完那个第2圈是用的法语给擦掉了。还有中间那个小圈它用的英语。这个窗户它是斜的，对，我刚刚也发现了，因为它采光好，外面小里面大。对，这样采光会很好。采光比较好。中间这塑像是耶稣塑像，站在莲花台。你知道这个莲花是佛教最神圣、最崇敬。壁画上有莲花。对，壁画上有莲花。这壁画上它都是当年的画，传教士画的，他们设计出来的。他特别想到这个跟宗教的这个融合，好多这个上面这个彩画、这个彩图，它跟民族文化有关系。对，我看到好像还有那种阴阳图，是不是？那个阴阳图是太极嘛？太极，对。太极用的挺多的。对，你看这应该属于道教里面的一种。咱们道教。对，道教文化。对，完了每个月宫上有一个小天使。人的样子，它也不是西方人的样子，对吧？对。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也是生活区是中式的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教堂是西式的。是呢。生活区用的中国的，完全用中国的。对，完全是中式的。19世纪初，清朝与西方列强
强签订了《黄埔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明确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、建教堂、置地产等权益。随后，就连去西天取经的玄奘都要绕道的横断山区，也有了传教士的踪影。100年后，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教堂、信众，还留下了一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有趣现象，比如次中村的左手酥油茶，右手葡萄酒。这就是百年葡萄，一直到现在都长得很好，天然的寿命还长。这里的气候、海拔、水土都比较适宜，这个熟了很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它这个品种就是这个小小颗的，就是小量的、小颗粒，小颗的。它不其他的葡萄都要用药，对对对，还有它起病，就这个它从不生病。传教士他从那个法国引过来的品种，就当初他拿过来的时候就是想酿酒的嘛。咱们教会做好东西和这个酒，所以他把葡萄直接引过来了。这种叫做玫瑰蜜的葡萄品种是原产于法国的传统葡萄种，然而今时今日在法国，这个品种的葡萄早已绝迹了，此中的玫瑰蜜成为了绝无仅有的存在。在百年教堂的隔壁，还有一间藏族人家里的百年葡萄酒窖，在村里品一品玫瑰蜜葡萄酒，也是全球独一份的体验。下面好凉快啊！这是一个老酒窖吗？也算老酒窖了。这个房子都是100多年了嘛。这个就是我们家唯一留下来的爷爷辈留下来的。爷爷辈的时候，像这个教堂的时候开始就种葡萄了嘛。法国人引进来的种子。你们自己也种也喝是吧？以前卖不出去嘛。基本上都卖不出去，都是自己喝。法国人从法国引的种子的时候，引到此中，他是把那个种子，装进那个萝卜。萝卜里面，萝卜不能就叫它干嘛？它里面不会干死嘛？种子不会干死嘛？对，有水。它要走好几个月吧，从丽江上来长满古道，所以说这个葡萄还是来之不易。哎呀，刚才喝了点葡萄酒，感觉头晕乎乎的，想休息一下。你好，深蓝。来了。打开空调，打开座椅通风，打开小气模式。帮你操作了。无独有偶，同一时期，横断山区的另一道河谷边，法国传教士种下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株咖啡树，它竟也走过了100年岁月。位于云南大理的朱库拉村，如今有着中国最古老的100年咖啡园。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里，早在100年之前就有了左手咖啡、右手茶的生活习惯。当一座天主教堂成了文物单位，当舶来品咖啡、葡萄酒成了本地土特产，脑海中原本关于洋气的概念早已被解构得七零八落。在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生活，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困难模式。这样的环境反向刺激了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文化，形成了更强悍的生命力，与这片土地有了更强劲的融合。它们被横断山区里的7条山脉、6条大江分割封存，便有了今时今日我愿意一路辗转颠簸，也要一探究竟的独具魅力的横断山区。